去一个墓园，他是马里逊的伙伴。我刚刚看到有一间店叫做洗脸吧。就坐在大叔对面吃饭，超尴尬。我现在只能小声的讲话，怕被他听到。因为1786年的时候呢，槟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。他的同伴是谁呢？就是 William Mian。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在槟城，接下来我大概会在槟城待12天左右。今天是第一天，我要先去换钱。我昨天往大电车没有现金。总之呢，我刚从那个我住的青旅，然后现在要走去换钱的地方，大概要走13分钟。然后今天呢，想要带大家去吃个早餐，然后去一个墓园。他是马里逊的伙伴，他当初去中国宣教，但是被拒绝，所以就来到这个地方槟城。然后他也协助翻译中文的圣经，所以希望可以带大家去看这位重要的宣教士。我们就一起走吧 ，Go！在这个 mall 呢，你不管是从前面那边进来，还是从侧边进来，反正呢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你就会找到一间换汇所。现在的价牌是4.37。OK，Thank you。好，钱先收好，钱先收好，找个角落来看一下。我们刚刚是我们刚刚是4.37的汇率，然后美金100，所以换到437块的现金。我其实还没有看过马来币，是叫马来币吗？这个是50块，有一朵花很漂亮。然后这个是20块，很好，5块也有花，1块也有花。哎，这个5块跟1块的纸质很像泰铢，泰铢也是这种有点塑胶的感觉，可是是揉不烂的那一种。好，我刚刚看到有一间店叫做洗脸吧，真的是要洗，好像是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洗脸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非常需要，因为超热的。我昨天一下飞机感受到那个湿气跟温度，我想说，我是回到台湾吗？因为我每次从以色列回来的时候都是这种很潮湿又很闷热的感觉。然后我昨天一回来，我想说，我是回到台湾了吧？大概是28度平均哦，每天，然后最高温可以到33度，真的是有在热的耶。这间看起来很好吃哎，我们 give it a try。早安。你要吃饭呐？对。啊，这边吃还是打包？这边吃。这边吃好。想吃什么？这边有咖喱鸡，有那个鸡肉，猪肉丸。猪肉丸好了。啊。这个海洋。还有苦瓜。苦瓜。你要喝什么？可以喝美露吗？Milo。美露你要冰还是热？冰的。冰对13块吗？好，谢谢。哇，真的是太热了，而且我居然跟大叔坐一起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午餐的关系，所以直接来吃午餐。但我决定吃不吃得完超多。我刚刚点的是猪肉丸，给大家看猪肉丸，还有苦瓜，很有家常菜的味道哎。好的，谢谢。顺，超级顺。就坐在大叔对面吃饭，超尴尬。因为我现在只能小声的讲话，怕被他听到。感觉很久没喝美露了，通常都是我上次喝应该是在泰国哎，好喝。
超饱，因为通常我第一餐没有吃这么多，然后刚刚想说只是吃早餐，虽然现在已经11点，因为我昨天晚上1点到，然后大概2点半才到住的地方 check in 完，然后我还去洗个澡，对，所以就是今天早上睡到大概10点、9点、10点，灵修再出来吃饭，真的超饱。这样吃下来，就是我点了一碗饭，然后1个肉2样青菜，这样是13马币啊，没有，还有1杯美露，总共是13块，大概是91块乘以7，对，91，对，大概是91块台币，就是蛮家常菜的。我刚吃一吃之后才发现，其实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就是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吃啊，没有啦，泰国也有，但就是我去很多国家，但是都很少会有煮过的菜，就通常都是生菜啦，特别以色列那种都是生菜，然后就连日本也是大部分是生菜嘛，所以我通常去国外的时候就会，哎，这间店很好看呢，好突然，所以我通常去国外的时候就很想要吃菜嘛，因为就是在台湾吃很多菜，所以就还蛮感恩的，对吧？我觉得非常的 local，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其实不用特别找，你就是路过一间店，你就可以进去吃，然后对，非常的 local， 你就吃一吃，大家就开始聊天，好像左邻右舍都会去那边吃饭的感觉，超酷。然后吃完早餐呢，现在就要步行，应该也是要步行个10分钟吧，带大家去看刚刚讲的那个墓园，走吧。邮筒可爱，其实刚刚一路上看到很多绿色的垃圾桶，然后我一直以为那个是邮筒，就像这个。这天来槟城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接下来的5天，就包含今天报道，然后接下来4天要参加 Asian Member Care Network， 它是一个亚洲宣教士关顾的一个研讨会，但是就是可能讲师也都是从西方普世宣教世界来的这样，所以希望华人在宣教士关顾这个上面可以推动一小步，然后我们这几天的会场在这个地方，那其实大家是可以住在里面的，只是比较贵，1个晚上2000块，所以我就没有住里面，我就选通勤的方案，然后在外面住。对，所以就需要小走一下，大概3分钟就到了。那我现在人在的地方呢，是马来西亚槟城的乔治市。这个乔治市呢，跟马六甲被 UNESCO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就世界遗产城市这样。因为1786年的时候呢，槟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，所以当时候他们因为就是行政跟居住的需求，就兴建了大量的洋房。所以你刚刚看到路上其实很多洋房，就是很多西式建筑的风格。那所以这些洋房呢，就结合当地的就结合当地的建材跟西式的风格，就融合成了殖民式的建筑，所以这也是槟城的特色啦。那就也因为他们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所以这些东西就有很好的修复跟保护。我其实对东南亚真的蛮不熟的，东南亚除了泰国以外，第2个国家来的就是马来西亚，就是这一次，所以我觉得超多东西都没有很清楚，包含我昨天来才知道，原来马来西亚也是右驾所以他们是靠左行驶。刚走路就是差点要往哪里看这样，对啊，很酷然后甚至糟糕，这有开吗？对，所以包含我在这边讲中文，我都觉得怎么好像很不习惯，因为通常我出国就会讲英文嘛，所以我几乎昨天来都是讲英文，然后我讲中文的时候，还想说他们听得懂吧？他们听得懂这样，害我很紧张。你们看，这边就是我讲的这个墓园，就是有藏宣教士的墓园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找到入口。到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拜访的 Protestant Cemetery。那它其实就是葬当时候的英国官员，还有一些宣教士。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宣教士，现在就带大家去看。所以这位重要的宣教士，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Milne。但是呢，挑战来了，我们就是要在这么多的坟墓当中找到 William Milne。跟我一起去寻宝吧。Louis Mary， 而且你看这个棺木都这么大，Amy，Augusta，
突然发现这边是真的很多墓，求主怜悯，帮助我快找到。我就先从有十字架开始找，这是个策略吧。虽然我目前还没有找到 William Milne 的墓，但是我找到这个 John Hogan， 他是 Collector of Land Revenue， 就是土地的税收官员。那就是我刚刚讲说，在这个地方有许多早期的英国殖民者、官员和宣教士，他也是基督徒哦。然后他的太太还有他的长子都葬在这边，就是这3个，这样。然后甚至在他的那个墓上面就有一段经文是说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在这里，各位基督徒，如果你有一天有一个墓的话，你会想要放什么经文在你的墓志铭上呢？我是还没想好啦。各位，你们看，我找到一个中文墓而且重点是它上面有十字架。光绪癸末年是1903年的时候。所以你就知道当时候的福音传入到槟城是真的有被传开耶，就是当地的华人有信主耶，好感人的一件事情哦。而且这个墓是 Protestant Cemetery 基督新教的墓，就是对啊，很赞耶，好感人哦。由于呢，我刚刚绕了一大圈，实在是找不到，所以我决定还是回来看一下文字。通常我是会看的，但是我刚路过就错过了。他这边说呢，这是就是1786年的时候，这个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到这边，然后刚刚讲殖民嘛，然后这个墓其实就是只有100年的时间。新的墓呢，就是在那个 Western Road 那边有另外一个新的墓，听说戴德生的岳母就是葬在那边的谭玛丽。那有机会的话再带大家去看。然后呢，他这边说，葬在这边的人大概就是2013年的统计，大概有459个人被纪念，但是其中150个在459之外，还有150位是没有办法被认出来的，所以就是他们也不太确定这边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人。重点是呢，我刚才发现他这边说，大约33% 被确认出来的人是低于30岁的，然后这就反映当时候的疾病是非常的盛行，比如说疟疾、霍乱等等。好了，所以大概就是这样。大家有机会如果来槟城的话，可以来看。我刚刚还是稍微看了一下，他这边有列出来的人，但是我没有找到我要找的宣教士。我等一下再去看一轮，求主保守，希望可以找到给大家看。我刚刚找了很久，还是没有找到，所以呢，我就上网查了一下，发现 William Milne 是葬在马六甲的 Protestant Cemetery， 所以不在这里。但是我还是要介绍他，因为他是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就是第一个差派到中国的英国宣教士是马礼逊，那跟他的同伴是谁呢？就是 William Milne， 他们2个都是伦敦传道会差派的。但是因为当时清朝政府限制外国人的入境，所以 William Milne 就转战到马来西亚这边宣教，所以他主要在马来西亚跟澳门从事宣教还有印刷的事工。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讲几件他在华人福音里面很重要的里程碑。所以他在1815年的时候呢，到马来西亚，就是当时候的马六甲，建立了英华书院。那这个书院呢，就是教授中文跟神学，就成为了这些宣教士们接触中国宣教还有中国文化一个很好的桥梁。除此之外呢，他还跟马礼逊一起协助印刷了圣经，中文版圣经哦。然后他们还出版了中文杂志，这是什么呢？查世俗每月统计传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， 这是第一份中文期刊，推动福音与现代观念的传播。所以这就让我想到教会历史，在中古时期，我们称为黑暗时期的时候，其实是教会帮忙延续了文化、教育的传承，甚至是农业的传承。其实，在各个地方，福音借由宣教士传入的教中也是一样，就是像我们现在去台北短宣啊，20年前开始有团队进入到台北大埔地这边，先是建立了学校，所以就是把教育带进去。我们这几年在去的时候，跟嘉义基督教医院一起配搭，那他们计划要在这边盖诊所、盖医院，那所以是又把这个医疗带进了难民村里面，同时也把福音带进去。其实你想哦，台湾啊早期的医院都是宣教士建立的。你说马雅各、马街、孙理莲、戴德生，另外一个戴德生不是同一个，但是嘉义基督教医院就是被戴德生建立的，对。所以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来这个就是我现在来到这个墓园啊，我觉得有很重要的意义是，你看到这么多，即便是当时候的政府官员，或者是可能里面有工程师，可能里面有就是收税的，可是他们是把西方制度跟文明，还有教育、医疗带进到第三世界里面，然后最重要的是把福音带进来了。当然，我觉得还可以值得探讨的是福音处境化，还有就是文化传承不会被西方文化洗掉的一些议题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福音就只传开了嘛。所以呢，就是一直到1822年的时候，威廉免病逝，那他就葬在 Western Cemetery。所以我这次来槟城啊，那其实因为接下来好几天都要忙嘛，但是我想要拍给大家的，就是我特别找了这个景点，因为其实槟城应该还有很多好玩好吃的，但是我特别找了这个景点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这样一位宣教士长眠在这个地方，可是他不应该被遗忘的，就是这样一位对华人福音重要的宣教士，他其实应该要被纪念。然后我一直被蚊子咬，好痒，这边蚊子超多，我已经被咬了800包了，赶快走。对，所以就希望可以把这个知识带给大家，就是也纪念这些宣教士们的辛劳。那其实也要祷告，我们接下来华人可以有更多的宣教士前往未得之名去，把福音传到地极。好了，就这样子了，好痒，我要先走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所以我现在要去饭店报到。然后我们这几天的会议都会在饭店里面。ENGPO Home 对，博宏。One U 还是左？Lighthouse。OK， 有一个灯塔是吗？有一个 Lighthouse。Very good。真的，是很大的一个。就是 lighthouse。一个小小的咖啡厅。哦，是一个咖啡厅。哦 ，I thought it's a lighthouse, like literally lighthouse. Okay, it's a coffee store called lighthouse. Okay, great. 结果要2点才可以报到。其实我刚刚知道，但是因为我看到那个王老师就是在台湾做 member care 很厉害的人，他就是有出一本书啦，但是就是现在台湾少数的2本吧，做华人宣教士光顾的书。那其中一本就是王老师写的。然后之前就是我去了 UMOT， 他有一个宣教士光顾人的剧集，我才认识他们。那他们就是介绍我可以来这个 conference。然后对，但是2点才可以 register。然后我真的超痒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被叮了，大概我刚数了，应该是有10包。对，还好就是这边蚊子只是蚊子。之前去台北大谷地的时候，因为那边是登革热疫区，直接得登革热，超夸张。然后那个时候疫情，就是保险又不能保有法定传染疾病的保险，所以就也是理赔也是没办法，所以不然我很有趣，只好就是去这些地方，人生经验嘛。好，所以我现在要去这个附近的咖啡厅坐，然后等一下再来 check in。顺便可能工作一下吧，就是整理一下我们就是我要做的业务这样。Okay. Yes. 趁现在刚好在这叫什么？换拜，对，就是趁现在这个穆斯林换拜的时候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马来西亚总共的人口有3500万，官方语言是马来语，语言总数有145种，识字率是93%，然后他们的基督徒人口比例是9.4%，那这个基督徒包含就是天主教、东正教，所以福音派基督徒比例是4.3%，主要的宗教是穆斯林，大概占整个宗教人口比例的62.62%。民族族群就是 group people， 总数有182个族群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民族族群 group people， 以台湾为例，就比如说像汉人、原住民，就是有这样不同的族群。那所以在马来西亚未得之名族群的数量是77个。那未听闻福音人口的比例是43%，所以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。这个头发真的是很艺术哎，